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一共出现了189个学术流派，其中最火的两家就是儒家和墨家，并称显学，可以说是先秦的清华北大了。但是我们发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墨家就消失在历史中，就连当时最博学的司马迁也找不到什么资料去还原他的故事，或者说是有意隐瞒着墨家的历史，让后人快速忘记。这是因为墨家的存在当时动了帝王的奶酪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要说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墨家的第一位老大墨子，而儒家在那个年代已经是老牌的名校了。墨子本人早年也是儒家的学生，但是读了几天书之后发现儒家这套理论和我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，于是就离开了儒家，创业搞起了墨家。墨子这个人当时的人格魅力呢太强大了。首先呢，在战国开门立派，没有嘴上功夫肯定是不行的。墨子的口才当时堪称是一流的，辩论起来也是条理分明，逻辑清晰，和诸子百家的辩论战从来就没有输过。而除了能说，他的动手能力也是诸子百家里排行在第一的。墨子网络别称机械圣就连鲁班都甘拜下风。当时他不仅拥有着超强的攻守成武器，还有着最先进的机关术，只要是天下有不义之战爆发，墨家就会率领几百弟子就能左右战争的胜负，间接影响到国家命运走向。而除了动手能力，墨家的组织动员能力更是一流。在先秦时期，墨家弟子他不比儒家弟子少，巅峰时期可达10万之众，其中活跃的可达上千人。作为一个新秩序的追求者，墨子的思想他更是超越时代的，人人平等、兼爱和非攻，在那个蛮荒时代就颇有马克思主义色彩。墨子的强大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，武艺高群的壮士追随墨子，跟着墨子风餐露宿，行侠仗义。当时墨子身边一个能打10个的猛士就百10号人，就连孔门72贤子下的徒弟秦华离都判如归墨。但是墨子这个完美的创始太过于耀眼了，所以在墨子死了之后，墨家再难找到这样牛皮的伟大人物来凝聚墨家这个庞大的团体。大家都是奔着墨子这位大哥来的，大哥一死，凝聚力就下降，所以后来便有了楚国的楚墨、齐国的齐墨和秦国的秦墨，并且内部系统还划分为墨侠和墨辩。那墨家消失的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受儒家的打击。当时墨子在创立墨家学派的时候儒家就感受到了危机。一方面呢，都在一个时代混，墨家的加入和不断的扩大，在当时的影响力这确实抢了儒家的生源，还抢了儒家学生的就业岗位。所以当时的儒家掌门人孟子就非常的担忧，表示这天下不归阳即归墨，这就可见当时墨家的地位和影响都是非常高的。但是儒家它终归是迎合统治者的学派，主张的是护卫皇权，所以儒生对墨家的打击报复有多狠。所以儒墨之争的根本就在于思想和学术的对立，它水火不容。儒家崇尚的是尊卑有序，士农工商，谁是士谁是商要分得清楚，职业要分成等级。而墨家呢，推倡的是人人平等，大家出生都是人，哪里来的什么等级分化呢？这就是皇权贵族为了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编写的概念而已。然后还会让所有人都遵守深信这个编写的概念。然后儒家还推崇血统论，比如出生家庭的贫富，这天下的王不看能力只看血脉，无论下一代你是不是个傻子都要当皇帝，世袭制嘛，他维护的就是血脉宗亲。但是儒家可不是对谁都这么好，出生贫苦百姓家的孩子呢，儒家说你一辈子都要这样，不要想着翻身。而墨家呢，他主张的是上贤，什么意思呢？和儒家正好相反，这天下的王也好，官也罢，要选择有能力的人而举之，不要看血脉传承。所以墨家这个思想当时可得罪了很多人的奶酪。虽然是帮底层人说话了，但是底层人确实是能力有限。但是我们现在看，世袭制早就没有了，传统的接班也在近10年20年基本都消失了。所以墨家思想当时是统治者非常反感的。但是历史呢，走了2000多年后发现，墨家在先秦时期所提出的思想和文化，到今天才逐渐实现，可见墨家文化的先进程度。而儒家呢，还强调礼乐，要有贵族的腔调，要有仪式感。而墨家认为礼乐没有什么用，咱们要节俭，不搞那些形式主义，而提倡普通的人呢强本节用。什么意思呢？强本是努力工作、生产、创新、赚钱；节用呢，就是不要为了形式铺张浪费，这样才能让普通一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父母死后也要结葬，不要搞太多的陪葬品。那儒家呢，就鼓吹天命。什么叫做天命呢？就是你的出生家庭。如果你出生家庭是普通的人就不要想着翻身。不仅你不要想，你的祖孙3代最好世世代代都不要想。可以说儒家鼓吹的天命论呢，就是限制底层人的想法、固化的思想，让皇权贵族出生的孩子更安心。而墨家呢，又来唱反调，提倡的是非命，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墨子说人有2个命，大命呢就是你出生的家庭，小命呢就是你每天做的事情。而小命要比大命更加重要。这个理论我们现在一听是再普通不过了，但是在古代可以说是胆大包天的逆天三观。
所以说儒墨这两家呢，从本质上看，儒家是一个维护旧秩序的贵族学校，那墨家呢是一个推崇新秩序的劳动者学派，天然的就是仇敌啊。所以到了董仲舒罢读百家，独尊儒术的时候啊，墨家就彻底在历史中消失了。按照司马徽说诸葛亮的一句话解释再好不过了，孔明虽得其主，他不得其时。如果是秦朝统一后啊，开始实行墨家思想，以当时墨家的科技、精神、先进的文化，那么华夏在历史中得到迅速发展，那么早早的就会成为全世界碾压第二的存在，版图大到你绝对想不到，压根儿也不会出现什么五胡乱华和近代的种种事件。但是大国的崛起呢，一定要经历9981年，等待天时的到来。所以墨家在秦国统一后不久就消失了，这个也是个必然事件。但是在近代，墨家思想又重新恢复到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，也是一个必然事件。我们现在的三观思考方式已经是一个过渡阶段了。大家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啊，就一定要看《图文版墨子》这本书。它不仅印刷很好，内容也很全，有彩图、有翻译、有注解，丝毫没有阅读障碍，老人孩子都能看懂。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墨家居然是伏羲女娲所建立的，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居然就是伏羲。今天这个视频啊，颠覆你的认知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在上古时期，女娲就是女巫的谐音，而女巫的丈夫又称之为伏羲，而羲这个字，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男巫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再看甲骨文黑这个字，它最早就是代表巫师的形象，巫师祭祀时需要把脸涂黑，到今天我国50多个民族还有10个民族保留着这样的习俗，所以祭司在周朝之前被称之为墨官，这也就是墨家名称的最早的由来。而墨官和伏羲女娲最常见的就是手里拿的是龟和矩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伏羲和女娲手里拿的龟和矩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古籍《淮南子》中记载，天地之大，可以龟表时也，星月之行，可以力推得也。所以说啊，龟和矩是最早古人用来测量天文和地理的工具。如果探究我们先秦的历史，可以说周朝以前的几千年中啊，都是巫政体系，巫师的地位极高。通俗一点说呢，当时华夏就是个巫帝国，而巫师这个团体可以掌握所有的事情，巫长也就成为了当时最高的职位。三星堆刚出土的时候，很多人认为啊，这不属于华夏文明，因为我们没有人长成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在出土的这些面具，其实就是4000年前古蜀国的大祭司。这也解释得了为什么整个中国只有巴蜀地区才有巫山、巫峡之类巫字的地名，因为历史上的巫政体系啊，它一直都存在，并且没有出现过断层，到后来也只是执政者不同而已。一直到公元前1046年，周武王姬发灭了商朝，几千年传承的巫长部族才随之灭亡。后来商纣王死了之后啊，他的兄弟微子启建立了宋国，这才让商朝的巫政体系得以延续。在宋赵公时，他的庶兄莫迪担任清庙之首，也就是宗庙的大祭司，下属巫师、祝卜等官职。而莫迪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啊，可谓是诸子百家中最神秘的一支。后人说墨子他简直就是穿越式的人物，在先秦时期就掌握着不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。也有人认为呢，他们传承至今，发展到今天叫共济会，依然和历史中一样，以极少数的人控制国家命运的走向。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墨子他不但阐述了经典力学，还详细到了力动指的概念。墨子还和他的学生做出了世界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，当时就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。而这些呢，还都是最基础的。更厉害的是，墨家早在那个时代，居然还提出了类似于原子理论的雏形，说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由端而组成的，端是不占空间的，是物体不可分割最小的单位。这么一听啊，很多人不信，这不是近200年西方科学家在一点一点发现的理论吗？不是，要追根溯源，是2000多年前的墨家人。而墨子在当时所提出的思想，他更为的先进，他主张人人平等的兼爱，反对剥削压榨的非攻，反对血缘宗亲的世袭制，提出上贤上同自下而上的思想，还主张非命，提倡人定胜天。这些都是在那个时代堪称是逆天的思想，但是却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逐渐实现。所以墨家文化是非常值得学习的。而我推荐这本图文版的墨子呢，它内容很全，有翻译、有注解、有彩图，大家感兴趣啊，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对于神秘的三星堆和巫族的历史啊，我们继续说。让近代考古学家产生疑惑的是呢，华夏神话体系如果追根溯源的话，可以分成2套体系，一个是墨家体系，一个是道家体系。我们都知道啊，8000年前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全范围的大洪水，这是东西方文明和神话都有记载的。而青花简的武纪篇就有这样的记载，说当时啊洪水滔天，有邪恶之徒想趁机祸乱，于是天帝分别派出了司干神和司辅臣去重振天下的纲纪。青花简呢是1975年湖北税务地出土的战国竹简，总共4万多字，后来被清华大学收藏，所以简称青花简。它的考古历史价值极高。而我们看最近一次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坛，就恍然大悟，
它的底座是由山水而组成的，并且四面都是洪水奔流的图案。这就说明三星堆文明曾经经历过一次洪水泛滥，而有4个神人面向四方，并且还坐在浪花之上镇住洪水。这4个人呢，看似半人半兽，和《山海经》里的描述的神几乎没什么两样，并且还和良渚文明考古出土的兽面人也非常的类似。而我们再看其他神坛中出现的鸟神，这就是典型辅神勾芒的特征。无论是古籍墨子还是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中都有记载，华夏的神话体系4辅神分别是东方勾芒、南方祝融、西方入收、北方于强，他们的位置正处于正东、正南、正西、正北的位置。这个三星堆的青铜神坛就和清华简的五纪篇的描述它极为相似。那么4辅神我们可以找到之后的4干神呢？清华简五纪篇中还说，掌管山川河流的是炎帝，而我们对标这个底座的正中央山川之上，这个背着青铜垒的神它就是炎帝。而兽的上方跪着一个干神，五纪篇又记载掌管星星的是颛顼，很明显这个跪神他就是颛顼。颛顼又拖了一个平趴的人，这个人趴在盘子中，周围有12颗圆形的图案。五纪又说少昊掌管月亮，而这个神就是少昊。而最后五纪说太昊掌管太阳，终于有答案了，最后一个干神就是太昊，也就是伏羲。原来青铜大力人就是墨家的创立人伏羲，难怪他在三星堆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这个呢，就是墨家的神话体系代表，也是远古的一场大洪水里最有力的证明。而历史中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，墨家可以追溯到伏羲，道家可以追溯到黄帝，这两者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，所以成为了我们华夏历史上最主流的文化学说。而儒家能成为盛世，纯是统一之后君王贵族为了私利固化底层而设置的工具。而要说真正华夏民族的文化根源还是神话体系，都和儒家没有一点的关系。所以如果想要了解墨家，看我推荐的这本书就够了。